在寒冷的冬天，雪花从天空一片片缓缓落下，像羽毛般轻盈。王后坐在黑檀木窗前缝纫，她的眼睛望着窗外那片洁白的雪景，心神不觉随着飘雪而出神。忽然，她手中针尖一划，划破了手指，鲜红的血珠滴落在雪地般的窗台上，那3滴血映在白雪之上，红与白交织，旁边又是黑檀木的深沉色泽。王后不禁感叹，若能有一个孩子，皮肤像雪一样洁白，嘴唇如鲜血一般红润，头发像黑檀一样乌黑，该是多么美丽啊！这样的念想深深刻在她心中。没多久，她如愿怀孕，并诞下了一名小公主。这个孩子果真如她所愿，肌肤白如雪，双颊红润似血，发丝漆黑如檀。国王与王后欣喜之余，给她取名白雪公主。然而喜悦没有维持太久，王后却在生下孩子后不久便离世，留下了孤单的国王与娇小的女儿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国王哀伤一阵之后，仍旧需要有人治理宫廷，照料年幼的白雪公主。于是他在1年后迎娶了新王后。这位新的王后美貌无比，举止高傲，心中充满了对自身容颜的骄傲与执念。她拥有一件奇特的宝物，一面能够说真话的魔镜。每当她站在魔镜前，便会以惯常的语气询问：魔镜啊魔镜，墙上的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这片土地上最美丽的人？魔镜总会毫不犹豫回答：王后啊，您是这片土地上最美丽的人。这样的回答让王后心满意足，因为她相信没有任何人能比她更胜一筹。白雪公主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长大，她的美貌随着年龄日益增长。7岁时，她已经娇美如晨曦，比花朵还要动人，甚至远远超过了她的继母。某日，王后如往常般走到魔镜前，语气自信地询问：魔镜啊魔镜，墙上的魔镜，谁是这片土地上最美丽的人？然而这一次魔镜的回答却变了：王后啊，您依旧美丽，但比您更美的是白雪公主。这句话如同一把利刃刺入王后的心，她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，先是惨白，继而泛出极度的青与恼怒的红。从那刻起，她的心里只剩下嫉妒与怨恨。每一次看到白雪公主，她的胸口便翻涌着怒火，恨不得立刻除掉这个让她失去最美之名的女孩。终于，她再也无法忍受，决定要彻底摆脱这个心头之患。她召来一名猎人，下令冷冷地说：把白雪公主带到森林深处，不要让她再回来，杀了她，把她的肺和肝带回来给我做证明。猎人虽心中挣扎，但不敢违抗王后的命令，只得带着白雪公主走进阴森的森林。当白雪公主发现自己被带到荒凉之地，猎人拔出刀时，她的眼泪立刻涌出，颤抖着恳求道：猎人叔叔，请饶我一命吧，我会逃进森林，再也不回来打扰你们，我求你不要杀我。她的声音颤抖而真诚，眼神清澈无邪。猎人望着眼前这张稚嫩而纯真的脸庞，心中一软，终究无法下手。他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像是卸下了一块巨石，低声说：走吧，孩子，快逃进森林，随他野兽将你吞噬，至少不是我的手夺走了你的性命。为了交差，猎人恰好遇见一头小熊，便将其杀死，取出肺和肝带回宫中。王后见到后毫不怀疑，立刻吩咐厨子烹调，残忍地吃下，深信自己吞下的正是白雪公主的器官。她满意地笑了，以为心头大患已除。此时白雪公主孤身一人置身在漆黑的森林里，她的脚步在荆棘间颤颤巍巍，尖锐的石子划伤了她的脚，衣裙也被枝叶扯破。四周传来野兽低沉的吼声，狼与熊影在黑暗中闪动，她惊恐万分，心脏砰砰直跳。然而奇异的是，那些野兽从她身旁窜过，却没有一只伤害她，仿佛天地万物都怜惜这个无助的孩子。她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奔走，直到天色将暮，双脚已经酸痛不堪，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。忽然间，她看见林中有一幢小木屋，
透着微弱的光。他怯生生地走近，推门而入。屋内干净整齐，小小的桌子上覆着白布，摆着7个碟子、7把小刀叉、7个杯子。靠墙并排着7张小床，每张都铺着雪白的被子，看上去温暖舒适。饥肠辘辘的白雪公主忍不住在每个碟子里各尝了一点菜和面包，又在每个杯子里喝了一口酒或水。她小心翼翼，不愿吃光任何一份。填饱肚子后，疲倦如潮水般涌来。她试着躺在第1张床上，但嫌太长；又换到第2张，却太短。她一张张试过，直到第7张才觉得刚刚好。于是轻声祷告后沉沉睡去。夜色深沉，小屋的主人们回来了。他们是7个常年在山里挖矿的小矮人，每人提着1盏烛灯，走进屋里，立刻察觉有异样。第1个矮人皱眉道：“谁坐过我的椅子？”第2个说：“谁吃过我的碟子？”第3个惊呼：“我的面包少了1块。”第4个看着桌子说：“我的蔬菜被冻过了。”第5个说：“有人用过我的叉子。”第6个摸着刀子说：“我的刀被冻过了。”第7个举起杯子说：“我的酒被人喝过了。”他们彼此面面相觑，满心疑惑，接着走向卧室。第1个矮人叫道：“谁睡过我的床？”接着其余的也纷纷喊出同样的话，直到第7个矮人走进自己的床，发现一个小女孩正安安静静躺着，乌黑的发丝散落在雪白的枕上，脸庞红润如花，呼吸平稳而甜美。他惊讶地叫来同伴，7人围在床边，看着这位陌生的孩子，眼里满是惊叹。天啊，多么可爱的孩子！他们压低声音，生怕惊醒他。他的美貌让他们心生喜爱，于是决定不吵醒他，让他安然入睡。第7个矮人只好与其他人轮流挤在1张床上，分时休息。就这样度过了一夜。清晨的阳光透过小木屋的窗子，斑驳地洒落在室内。白雪公主揉了揉眼睛，睁开眼时，赫然看见7张陌生的脸正好奇地盯着自己。这7个小人个头不高，胡子浓密，穿着简单的矿工衣裳，眼神却十分善良。白雪公主吓得坐了起来，双手紧紧抓住被子，脸色紧张。其中一个小矮人开口了，声音温和而带着关切：“小姑娘，你是谁？怎么会在我们的屋子里？”另一个接着说：“别害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，我们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。”白雪公主见他们没有恶意，心中稍稍安定，眼泪却又忍不住涌上来。她带着哭腔，把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都说了出来。她告诉小矮人们，她原本是国王与王后的女儿，母亲早逝，父王后来迎娶了新的王后。这位新王后表面美丽，内心却充满嫉妒与残忍，因为魔镜说她的美貌已经输给了自己，于是怀恨在心，下令猎人将她带进森林杀掉。幸好猎人心软，放她逃走，她才一路颠沛流离，最后跌跌撞撞来到这座小木屋。7个小矮人听完，彼此交换了眼神，眼中既有怜悯也有同情。他们轻声安慰他说：“孩子，你真可怜，竟遇到如此狠毒的继母。不过你能遇到我们，也算是命运的安排。你若愿意留下来，我们会保护你。不过我们也有条件。”白雪公主连忙点头，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：“请告诉我，我愿意做任何事，只要能留下，不再被赶出。”小矮人中的长者开口道：“我们每天都要进山里挖矿，早出晚归，白天屋子里空无一人。如果你愿意留下，就要帮忙打扫屋子、煮饭、洗衣、缝补。我们回来后要看到整齐干净的家，还有热腾腾的晚餐。”白雪公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说：“这些我都愿意做，我一定会把屋子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让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。”小矮人们听了很高兴，他们点点头，笑着接受了这个新的小女主人。当天，他们就教她怎么煮他们爱吃的汤，怎么把7张小床叠好，还告诉她山里的规矩。最后临出门时，7个小矮人异口同声叮嘱：“记住，无论谁来敲门，都不要打开。你的继母一定还会想办法找到你，她绝不会轻易放弃。你要谨慎，
否则会有大祸临头。白雪公主点点头，把他们的话牢牢记在心里。另一方面，在宫殿里的王后却得意洋洋，她以为猎人已经照她的吩咐完成了任务，自己亲手吃下了白雪公主的肺玉干，再也不必担心有人比她美丽。她兴致勃勃地走到魔镜前，问道：魔镜啊魔镜，墙上的魔镜，谁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人？然而魔镜却给了她晴天霹雳的答案：王后啊，您很美，但比您更美的是白雪公主，她还活着，就住在7个小矮人的小木屋里。王后的脸色瞬间僵硬，她双眼喷火，心中怒意翻涌。她立刻明白，猎人欺骗了她，白雪公主还活得好好的。嫉妒与愤怒让她失去了理智，她冷笑道：既然如此，就由我亲自动手，这一次我要让她永远消失。于是她将自己化妆打扮成一个佝偻的老婆婆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提着一篮彩色紧身束带。她披上头巾，遮住了容貌，谁也认不出这就是高贵的王后。她千辛万苦翻越山岭，来到小木屋前，用沙哑的声音敲门叫道：小姑娘，快来看看啊，新鲜漂亮的束带，颜色鲜艳又便宜。白雪公主透过窗子向外张望，见是一位看似慈祥的老婆婆，手里还拿着漂亮的束带，心中起了几分喜爱。她犹豫着，想起小矮人的叮嘱，但最终还是禁不住好奇心，打开了门。老婆婆笑盈盈地走进来，将束带递给她，说：来来来，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怎么能不系上一条合身的束带呢？让我帮你系上吧。白雪公主没有多想，转过身子任她动手。王后动作极快，双手用力一拉，将束带勒得死紧。白雪公主呼吸困难，脸色迅速苍白，双眼一翻便昏倒在地。王后冷冷地看着她，心中暗笑：这下你终于完了。说完便匆匆离去，心满意足地回到宫中。傍晚时分，小矮人们唱着歌回来，却在屋里惊恐地看到白雪公主直挺挺地倒在地板上，一动不动。他们连忙把她抱起，细心检查，很快发现她的腰间被束带勒得紧紧的。小矮人立刻抽出小刀，割断了束带，空气重新涌入胸腔。白雪公主猛然吸了一口气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终于醒了过来。小矮人们心有余悸，严肃地告诉她：孩子，你的继母果然找上门来了，这老婆婆就是她变的，记住，不管什么人来敲门，都不要开门。白雪公主连声保证，眼中满是悔意。王后回到宫中，再次迫不及待地站到魔镜前，问道：魔镜啊魔镜，墙上的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人？魔镜依旧回答：王后啊，您很美，但比您更美的仍然是白雪公主，她还活着，依旧在7个小矮人的小木屋里。王后听完，气得浑身颤抖，她尖叫着说：不，这不可能！既然束带没能要了她的命，那我就换个方法。于是她动手制作了一把梳子，表面看似精致华丽，实则涂上了剧毒。只要用它梳头，毒素便会渗入皮肤，让人立刻昏厥。王后再度伪装成另一个老婆婆，这一次她背着一篮小东西，走到小木屋前，敲门叫道：梳子啊梳子，精致的梳子，便宜又漂亮。白雪公主一听，忍不住探出头，看见那梳子闪闪发亮，精美的让她爱不释手。虽然心里犹豫，但终究抵不住诱惑，打开了门。老婆婆笑眯眯地说：来，让我帮你梳一梳头发，你这么美的孩子，应该有一头更漂亮的头发。白雪公主信以为真，坐下任她梳理。可是梳子才刚碰到她的头皮，毒素立刻发作，白雪公主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双眼一翻，再次晕倒。王后冷笑着，得意扬长而去。傍晚，小矮人们回到家，又一次发现白雪公主倒在地上，他们立刻警觉，赶紧检查她的身子，果然发现那把毒梳还插在头发里。他们小心翼翼将梳子拔下，不一会儿，白雪公主便慢慢苏醒过来。这一次，小矮人们又惊又气，
语气严厉地警告他：“孩子，你必须更加小心，这女人狡猾狠毒，会一次次变换样貌来骗你，你千万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”白雪公主羞愧地点头，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会轻易打开门。然而，远在宫中的王后并没有就此罢休。当她再一次走到魔镜前，听到魔镜依旧回答白雪公主还活着时，她已经被怒火彻底吞没，双手颤抖，脸色扭曲。她咬牙切齿地低声咆哮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要彻底毁掉她。这一次不成功便成仁。”王后在宫殿深处独自走进一间昏暗的密室，这是她多年来施展巫术的地方。四周挂满了奇异的瓶瓶罐罐，墙上还刻着古老的符号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药草与硫磺气味。她面色阴沉，双手颤抖着调配药液，口中喃喃念着咒语。这一次，她要制作出一个能彻底断绝白雪公主性命的东西。在火光照耀下，一颗苹果被她双手捧起，她将药汁滴在果皮上，苹果开始冒出诡异的烟雾。渐渐的，苹果的一半呈现出诱人的鲜红色，光泽饱满，让人一看便想咬上一口；另一半却仍旧洁白无瑕，干净的毫无破绽。王后嘴角勾起冷笑，这正是她要的效果，只要吃下那鲜红的一侧，必定立刻中毒而亡。她看着这颗苹果，眼神像蛇一般冰冷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次你绝对逃不了。”她换上一身破旧的农妇衣裳，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普通卖水果的妇人，肩上挑着一篮红润欲滴的苹果。她把头巾拉得低低的，掩去脸庞的神情，佯作疲惫地走在山路上。终于，她又一次来到小矮人的木屋前，敲响了门，声音沙哑而亲切：“新鲜的苹果啊，又甜又脆的苹果，谁要来买啊？”白雪公主听见声音，探出头，看见是一位看似和善的农妇，篮子里的苹果个个鲜亮诱人。她心中虽然想起小矮人曾经的叮嘱，不应随便与陌生人说话，但那红润的果实实在令人垂涎。她犹豫着，摇头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让任何人进来，小矮人们不准我开门。”王后压下心里的冷笑，表面却装出慈祥模样，语气带着哄诱：“傻孩子，这只是苹果而已，怎么会有什么坏处呢？你看，这么便宜，这么好吃，来吧，你不买也没关系，就当送你一颗。”白雪公主仍旧摇头，不敢伸手。王后心生一计，拿起那颗被下毒的苹果，当着她的面切成两半，她自己咬下那一半洁白的果肉，细细咀嚼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，说：“你看，我都吃了，一点事也没有。这红润的一半留给你，尝一口吧。”白雪公主见她果然吃得津津有味，心中的戒心渐渐放下，觉得这妇人既然自己都吃了，想必不会有问题。于是她伸出手，接过那半边鲜红的苹果，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。刹那间，毒素迅速渗入她的血液，她脸色瞬间惨白，双眼翻起，整个人直挺挺倒在地板上，再也没有呼吸。王后看着倒下的白雪公主，得意地狂笑起来，笑声在森林里回荡：“哈哈哈，这下看你还怎么活过来！”说罢，她收起篮子，头也不回地离开，心中满是胜利的快意。黄昏时，小矮人们回到家中，一推开门便看见白雪公主躺在地板上，脸色苍白却依旧美丽。他们惊慌失措，把她抱起，试着解开她的衣襟，松开腰带，还替她梳理头发，用清水与美酒为她清洗。可是不管怎么做，她始终一动不动，没有一丝呼吸。他们悲痛欲绝，确定她已经死去。7个小矮人围在她身边，眼泪不停滚落。可是他们怎么也无法下定决心把她埋葬，因为她看上去依然那么美，皮肤依旧白皙，双颊仍旧泛着红润，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。他们商量之后决定，不将她埋入黑暗的泥土里，而是为她打造一口透明的玻璃棺材，让世人都能看见这个美丽的女孩。他们把白雪公主安放在玻璃棺里，用金字刻上她的名字，
写明她是国王的女儿，然后将棺材抬到山顶，日夜守护着她。时光一天天流逝，他们从未离开。森林中的鸟儿也前来哀悼，先是一只猫头鹰飞来，悲鸣着停在树梢，接着是一只乌鸦，低声哀嚎，最后是一只洁白的鸽子，轻声呢喃。白雪公主就这样静静地躺着，岁月无法夺去她的美貌，她始终像睡梦中的天使。许久之后，一位王子在狩猎途中走入了这片森林，他偶然来到小矮人的木屋，夜里便在那里留宿。当他走出屋子时，远远便看见山顶上一道光亮，他好奇地循着光走去。当他看见那口玻璃棺材，立刻被里头的景象镇住了。棺材里躺着的女孩美得令人屏息，肌肤白皙，双颊红润，长发乌黑光亮，她的容颜比阳光还要耀眼，比繁星还要动人。王子瞬间心醉，心头涌起从未有过的渴望。他读到金字铭文，才知道这女孩竟是国王的女儿白雪公主。他转身对小矮人们恳求道：“请把这口棺材交给我吧，我愿意给你们任何报酬。我不能没有她，无论她是生是死，我都愿永远将她珍藏在身边，像对待最珍贵的宝物。”小矮人们一开始断然拒绝：“不行，我们不能失去她，她是我们的朋友，是我们的心头宝。”王子没有放弃，眼里满是真挚的情感。他动情地说：“请相信我的真心，我不会伤害她，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守护她，尊重她，爱她。让她随我回去吧，否则我将永无宁日。”小矮人们被他的诚意感动，最终点头答应，把棺材交给了王子。王子吩咐侍从们抬着棺材往宫殿的方向走去。一路上，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白雪公主。就在他们走到一处山路时，其中一名侍从不小心绊到树根，棺材猛地震了一下。就在那瞬间，白雪公主喉咙里被卡住的那小块毒苹果被震了出来。她猛然吸了一口气，胸口起伏，眼睛慢慢睁开。她坐起来，环顾四周，满脸迷惑：“这是在哪里？”王子惊喜万分，快步走上前，激动得无法自已，说：“你终于醒了，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再睁开眼睛。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，我便深深爱上了你。请跟我回去吧，到我的王宫去，做我的妻子。我会永远珍惜你，保护你。”白雪公主听见这样的真情告白，脸上泛起红晕，眼神清澈，轻轻点头答应。于是她与王子一同回到王宫，准备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。王后听闻王子要娶一位新娘，便精心打扮，准备前去参加。出发之前，她依照习惯走到魔镜前，问道：“魔镜啊魔镜，墙上的魔镜，谁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人？”魔镜回答：“王后啊，你依旧美丽，但新娘比你更加美丽。”这句话让王后的心脏猛然一缩，她不敢置信，却又被好奇与嫉妒驱使，决定亲自去看看这位新娘。当她踏进王宫大厅，看见坐在王子身旁的新娘时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那正是她一心要除掉的白雪公主。王后脸色惨白，心中惊恐万分，浑身颤抖。可是为时已晚，众人早已准备好惩罚。宴会上，两只早已烧得通红的铁鞋被端上来，放在她面前。王后被迫穿上这双灼热的铁鞋，在众人注视之下跳舞。她痛苦地扭动，尖叫声回荡在大殿里。她不停跳动，直到体力耗尽，倒地身亡。这个恶毒的女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白雪公主与王子在众人的祝福中成婚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从此，阴谋与嫉妒的阴影消散，森林与王宫再度恢复了平静。